选，昨天全世界都在看川普的国情咨文在搞什么东西，史上最久的国情咨文，他根本把它变成什么，跟真人秀一样。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亮点？当然有亮点，是川普吗？不是，是他介绍的这位英雄是谁 ？Eric 这一名军官，你可以看到他是谁？他是这一次抓委内瑞拉，他是单位开契努克直升机进去的那一个，去抓马杜罗的那一个人，他也是受伤的那一个人。他开着直升机上面，他中4枪，结果他奇迹的生还，他撑住了，止血带都没有绑，他撑住了，他回来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USA 勋章带上去了。照我们大家讲哦，先前很多人在讨论到说，年纪大了是不是不太适合演讲？但川普以他的高龄竟然讲了108分钟，所以很显然射物线不是问题。而且在现场，你不要以为这108分钟是枯燥乏味的在那边念台词，不对。像是一场大型真人实境秀，而且还是一个复健现场，你知道为什么吗？来仔细看台下，不断的你知道台下的包括 Hexas 啊、财政部长 Basin 呢，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坐下，起立，坐下，起立，持续深蹲，至少超过100下，持续深蹲，太离谱了，有够夸张，真的。川普讲一句话，他们就站起来一次，然后他刚坐下来，屁股还没坐好，马上要再起来，还要继续拍手。但为什么会这么精彩呢？因为前面川普不断在跟你讲说，整个经济起飞，而且包括从关税让美国的财政纪律呢整个恢复，还有包括他讲到的所谓的401K 等等一大堆他的福国利民的政策，但是他最后做一个总结，他说 ，In fact, we winning too much. Some people talk to me so, President, well, what can I do? We're winning too much. 赢麻了，他讲了整整1分钟。赢麻了，然后他说：“那你猜怎么办？如果说我们这样一直赢怎么办？”他说：“接下来继续赢。”到了有一幕，全场终于都站起来了。你知道是谁让他全场站起来吗？就是这个队伍。这是谁？这是 Hockey， 美国的奥运男子金牌冰球队，冬奥的冰球第1名的。对，当川普介绍就是说这群英雄，他就是我们赢的象征。你看到他穿 USA 之外，现场听 USA， 我第一次听，不管是名字要多大。都一起喊出来 USA， 对，最难得在这边，因为全场整个民主党只有为了这个球队站起来，而且甚至是呢这个高喊 USA。我刚才看到民主党台下还有人忍不住拿着手在那边像 cowboy 一样在那挥圈圈。当这一场整个演说结束之后，吓坏了。本来川普的这个呢演讲，大家预期美国有一种很特殊的民调，对，原来是我先受访一群人，然后我要求他们在等我大概2个小时。等他讲完之后，我再问同一批人再一次。原本这个数字大概只有54，这是受访前说你认为川普的演说呢会不会把国家带往正确的方向呢？结果没想到演说完之后，来你看pre-speech 就是演说前，演说后直接跳升10个百分点。对，我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演讲，真的有用。对，史上最长的国情演讲。真的有用，对，这拉升了10个百分点哦。然后呢，随后他才介绍到，我们刚才赵火帮我们开场讲到一个最英勇的这个将士，这个 Slover 也是所谓的 Eric Slover， 他干嘛？他说这个 Eric 当时因为他是操控直升机的，他身上就是他，他好壮哦，对，又高又壮。你想想看他老婆在他旁边，对，像小鸟依人一样。那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来，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壮吗？我跟你讲来，你看到这个汉草。没错，他就是练得这么凶猛，他这个体格，我跟你讲吓死人。而且呢，他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时他的腿中了4发子弹。你说当时去委内瑞拉抓马杜洛的时候，对他那个直升机降下去的时候，现场形容说那2分钟，他们跟待宰羔羊一样。川普讲的，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危机可能会去攻击。战机它可以掩护没有错，但直升机你直接落地，所以他说4面8方子弹射过来，对，全部都来。然后现场正驾驶就是他，跟他的副驾驶都中弹，结果呢他又刚好打到他的臀部跟他的腿部，所以他这个整个子弹你想想看，可以贯穿直升机的扳机，因为他开的是契努克，对，那是有多大颗，就等于就是一定是战争用，有我们讲螺旋膛炸的，就是说打到之后它后面会转的那种，所以他鬼皮卡隆碎狗狗。川普直接讲说 pieces， 他的脚 his leg is become pieces， 变得一片，结果没有止血带，也没有任何的急救，也没有任何的紧急处置，但是他心里想，我后面有10个弟兄，对，我这台飞机飞不起来，我们10个弟兄都完蛋，所以他硬扛，他的副驾驶也中弹，然后就这样硬生生的把这些人呢中4枪安全带回来。所以你知道吗？他在这个我们讲郭金座的现场介绍他，你仔细看这个 Eric 他怎么出来的？他站不起来，他是用助行器，对，等于说他现在座位上，然后
这样痛苦的、慢慢的缓步的，因为你想想看，那个马杜洛到现在才多久而已，对。然后最近站到前面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请他旁边的将军帮他别上了这个最高荣誉，将士最高荣誉，也就是所谓的国会勋章。不是，这刚刚川普形容这个也太可怕，在要降落的时候还要让人下去进行攻坚，结果在枪林弹雨之后，他中4枪，他只剩一只腿可以去踩直升机的油门或刹车，结果他竟然撑住了，还可以再飞回去，没有止血带哎。照你讲到一个重点，契努克哦，很多直升机每一台性能不一样，但契努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也就是呢，它有一个脚踏作为控制它机头方向的一个设施，就代表说他左手要控制，右手要控制。那我请问一下，他脚已经被打烂了，对，他还要控制，不是别的，控制机头。你的机头是控制干嘛吗？它的飞行方向。到最后面，你知道离奇在哪里吗？就你看到了，他最后来让海豹人员垂降完毕之后，还飞到中途战舰顺利降落。换言之，他没有昏倒也是个奇迹。对，他竟然把人这样硬生生给带回来。所以你知道吗？国会现场全体才会帮他鼓励，这是 Medal of Honor 最英勇的这个我们讲的将士的徽章。但是他已经不是第一天这样子了。来，他出来之后不看不知道，你一看之后你吓一跳，左边他的左胸跟他的右胸，你有没有发现？对，满。原来他是因为早就已经功成名就，在美国里面非常英勇的一位我们讲的飞行官。而且我们先看到什么？他的这个勋章非常多之外，你看到他，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我们都知道这次抓马杜罗是美国最神秘的部队，竟然第一次只是演出来，最惊艳演出来，他的体型、他的态度、他的坚持。真让人家吓一跳的。对，因为你要想看你不要以为说他只是参加典礼，应该没什么大不了。不对，他那个样子应该是承受巨痛。对，他脚还没好，然后你硬要站起来，就算你用助行器，我甚至还看他一度他放开那个助行器，然后切着他老婆的手，我都觉得非常感人。为什么？因为这代表那个一定是要承受非常大的痛苦。而且你看，这是我们所有的徽章，我们简单稍微把它念一下，包括所谓的十字徽章以及紫星徽章，就代表说他曾经受伤过，所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喽。还有所谓的同心徽章，就是所谓的英勇的表现，还有航空徽章以及各类战争的徽章，还有所谓的特级飞行员，他是美国最强，也就是第一等的最高级飞行员，他还是伞兵。他还可以跳伞，然后还有战斗行动，包括挪威族军，然后以及总统部队嘉许奖。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公布吗？我认为他应该是可能是要退役了因为他以前你讲到一个重点，他是什么？他是160特种作战队，我们讲的 Night Stalker 夜行者。对，我们这次介绍很多遍，但夜行者是神出鬼没啊！你这种东西你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啊。但他今天出来之后，川普有讲说。今天是他露面就非常感谢他来恭喜他这样英勇的这个战绩。但是他的伙伴我们也会颁奖，对，也是同样在那台飞机上直升机上10个人有颁奖，但是秘密颁奖，对，所以他应该是所谓的功成身退。然后你再看上这个体格，你不禁会怀疑一件事情，难怪川普这么自信。川普讲完之后说，Not so good， 他说谁 Not so good？ 俄罗斯跟中国的防空员 Not so good。而如果每个美国的军人都如同我们看到像 Eric 这样，对，英勇善战，而且你看到旁边是他的同跑，平常也有在练他旁边小只我心想这个人他身材到底有多魁梧啊？所以川普当然要让他出来，你知道代表什么吗？我们其实幕后那是不能给你看，对，搞不好秘密颁奖每个都长这样。每个这就是美国人的标杆，美国壮汉，美国军人，每个都是美国队长，他就是在跟你讲这件事情，所以他要告诉全世界传递一个讯息，借由这 Eric， 你休想来动你美国一根汗毛。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美国的敌人，或者是呢你是美国的对手，特别是那些集权国家，恐怕你要行动之前得要再三思而后行。钟哥，你看到今天美国军人直接站了出来，川普非常开心，为什么？这就是美国军力的展现。这句话除了对钟哥讲。还跟谁讲？当然还跟伊朗讲。为什么跟伊朗讲？他当然在国情咨文有提到说，伊朗想跟我们达成协议，但是他一定要求伊朗要完成的移除他的核的这个相关的设施。好，那目前为止来说话，你看他就说了，战与和在这个伊朗能不能说出那关键的通关密语吗？放弃核武，就怕美国绝不会对罢手。好，那目前为止来说，美军真的已经兵临城下了。你看伊朗在这边，你看这秘密的包围网，我刚才看的真的大家都心都完全都吓到了。第一个。航空母舰群就有2个航空母舰群，一个是福特号的航空母舰群，另外是这个林肯号。你看，我们先看它上面的飞机，这个林肯号上面有50架的 F-18、ES-8G、F-35，
那这里面来说有50架 F-18，还有ES-8G 电战机啊。然后在这个以色列的基地里面，这边有这个 F-22有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基地里面 F-35 30架。ES-8G 6架，然后36架 F-15，18架 F-16，12架的这个 A-10的这个攻击机，你看一大堆哩哩扣扣，那你跟我们讲加油机、侦察机一大堆，他根本就兵临城下了。对，所以我就说这是这个几乎是最大规模的一个集结到这个地方。你看最近传出很多这个伊朗内部人士的一些影片，包括说有人这样子，他说，居然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到，很多地方都有爆炸黑烟的这个状况。很多地方啊，就莫名其妙，还没有打之前却先爆炸了。对他们这个地方，然后比如说，你看2月18号还有一个报告，就是说这个爆炸是发生在这个军事的仓库附近。对，反正这个发生爆炸的地方都是很机密的地方，或是军事仓库的这个地方。甚至你看，在德黑兰的这个西北部的这个沙赫兰这个地方，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那这个爆炸后来就有人就说，这很靠近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弹药库的所在地啊。所以，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爆炸呢？现在就有人传言，就是说，我跟你讲，美国，我们不是说美国任何攻击都会有先地面部队进去吗？所以就有人就说，以色列的摩萨德啦，或者说美国的相关的中情局，又是 CIA， 对，都已经进去了。进去里面来说，就是可能到时候如果美军来踹门的时候，他们就在下面接应嘛。对，就这样，搞不好这个美军这个直升，如同上一次直升机飞到，哈米你在哪里？就有人出来引导他，也不一定，这我们不知道。所以讲是现在美国有没有准备？当然准备好了。好，那除了这个美国准备好之外呢，伊朗内部的情势，我觉得也是处在一个快要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快要崩溃的边缘？我们知道上个月不是有伊朗人士在上街头去抗议吗？对，抗议后来就这个刷完了，声音就低了一点，对，就没想到这几天又开始起来了。为什么这几天起来了？因为伊朗这几天他们这个大学开学，然后这么多学生对都走上街头了，因为大学生就出来抗议嘛，因为他们就要求说，我们要这个伊朗要政权轮替或者这样的状况。你看，这是伊朗大学生来了之后，但是这个伊斯兰革命乐队就来了，因为为什么？你们大学生抗议，我们要来这个镇压嘛，所以呢，双方就开始在那边扭打起来。那这很多画面都是这样，学生团结起来，跟这些所谓的这个共和国军队的人士相对抗的这个局面。好，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就很多人就们暴打学生，他们还有这个亲政府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这个巴斯基民兵，那巴斯基民兵他们就跟学生也起冲突。你看，就学校里面到处都是打来打去的，两派人士，亲政府的跟反政府的两派打成这个样子，或是军警人员或是部队就直接进到学校里面去打人这样的情形。好，那这是在什么？这是在这个德黑兰的艺术大学。好，居然没想到他们说这个德黑兰艺术大学传统上面就是非常挺这个荷梅尼的、哈米尼的他们这个政权的，就没想到他们这些学校这个学生就说。国王返回他的国家，学生们支持他，他们要在最挺哈米尼的大学，对，喊出这个要反叛他、推翻他的口号，要巴勒维国王回来这样一个口号，然后要说这个伊朗人民要响应他的这个呼吁啊哈，然后另外包括说像这也是一样，这是在德黑兰的这个大学里面来说话，军警他进去里面来说话，他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跟你推挤哦，他现在直接就丢这个催泪瓦斯啊，丢这些太狠了吧？对，没办法，因为学生太多，我只能够先把你驱离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是女大学生。我们要过去这个在这个伊朗的主政的这个神学政权里面，女大学生根本不能出来。现在你看，女大学生都出来啦。我们知道上一次其实，在上次的抗议活动，不是很多女学生被抓走，女人被抓走，她连头巾都直接拿下来了。他们现在就直接又出来了。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局势又慢慢的出来。你看到你看到他竟然拿白纸出来，这是伊朗版的白纸运动。对，你可以看很多人都拿着白纸。对，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个诉求自由的一个运动。现在这个当然了，这个美国陈兵在外的目的是要伊朗自己垮台。但如果真的伊朗没办法自己垮台，就看我们去看这几天伊朗局势的发展。如果没有的话，美国可能会出兵推他一把。因为我们常常在看国际局势或是中美关系的时候，都会看一个人，就是他，胡锡进。我们说到什么？他是真的很厉害的风向机，尤其他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有时候不爽他就直接骂了，他就直接批评了。但没想到今天让我真的是 shock， 吓傻了。胡锡进竟然帮川普讲话，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左派媒体骂很凶。我想这个是原因吗？让胡锡进都开尊口了。对，胡锡进看起来头脑还是比较清楚一点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川普头脑比较清楚一点。对，为什么你会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媒体当中呢，大部分主流媒体都属于
支持民主党这边的。对，所以你看到今天来讲，《金融时报》里面有报道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包含这个精神科的医师跳出来是骂川普是个疯子，是个神经病。但是这种做法，其实说真的，已经打破原本的美国的精神科他们的学会当中有一个叫做哥德华特规则。什么叫哥德华特规则？就是一般来讲，精神科的医生不对政治人物或公开人士进行精神上的批评或者是评论就是了，因为这个涉及到说会影响到所谓的政治因素或是甚至的选举的一个结果，所以通常来讲的话，精神科的医生通常是闭嘴的。那既然有精神科医生跳出来去说川普好像一个精神病患一样那领导这个国家，其实这已经触犯到了这个所谓的底线了。对，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包含《金融时报》、《卫报》，还有相关的《纽约时报》等等之类的，都在谈论一件事情，谈论什么事情？川普是不是疯了啊？你看到是不是疯了？《金融时报》这个标题，川普的精神状态构成全球的风险，是直接这样写的。那为什么这样写呢？其实很简单，你仔细去看。他因为民主党人是希望去援引宪法第25条，对，你看到宪法25条里面规定是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修正案呢，允许去罢免什么东西，无法履行其职务权利和职责的总统。也就是说，现在民主党这边来讲的话，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理由去罢免川普。那因为川普现在太厉害了嘛，因为川普到处来讲的话，这煽风点火。你看到这次国情咨文当中，你看那个手势那个做法都在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是一场选举秀，你知道吗？川普那一场不是国情咨文，川普那一场对我的看法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区分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不同。我们有看到他一些动作，民主党人没有站起来，对不对？对，他就转过去，然后手在一摆，叫媒体去拍嘛。媒体去拍你们那个脸色，你看那个表情，就告诉你说，我共和党跟民主党不一样。你真实秀来讲的话，所有美国民众看得清清楚楚，到底你是要支持共和党还是要支持民主党？因为接下来今年年底就要选举啦，所以川普他是典型运用所谓的选举的操作模式在搞这些事情。所以胡锡进他今天看懂的原因是什么东西？而且我觉得胡锡进也在释放出一个讯息，什么讯息？4月川普有可能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胡锡进精得很，他在说好话，现在说好话，对，而且我都还怀疑说黎智英的事情，今天来讲的话，这个上诉法院来讲的话，有一些动作，这有可能也是他刻意安排。接下来4月的时候，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如果习近平给他一个 favor 呢，给他一个礼物呢，所以今天胡锡进讲的话，可能背后也是有中共的高官在指点他。现在。对川普讲一些好话，等到4月的时候，习近平在川普面前也好说话。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